听四月说中文。Hello， 大家，新的一年来到第2周了，大家有觉得新年不太一样吗？身体都还好吗？上周用了很沉重的语气和主题开启了2024年，这周想说要让大家开心点，讲点和钱有关的事情吧。大家应该都还蛮喜欢收到钱的吧？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，在台湾的公司上班会有年终奖金这个制度呢？其实简单来说，就是英文的 bonus 啦。比较不一样的是，年终奖金是以你的月薪当作是标准，所以它的单位会是月。而且既然是有年终2个字，代表就是在每一年的结束才会领到这笔钱。不过台湾一般的公司都不是在一年的最后发放这笔钱，而是在台湾的农历年前，也就是放年假之前才会给你哦。像是今年的台湾新年就是在2月初，所以通常都是在新的一年才会领到年终。至于什么是农历，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更多资讯咯。那首先也是在开始之前，想要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题目，让大家猜猜看。你觉得台湾的中小型企业一般大概会发几个月的年终奖金呢？A 1个月， B 2个月， C 没有发。那我在结尾再和大家分享答案咯。那既然说到了它是奖金嘛，从字面上应该可以得知是一个以奖励为主要目的的钱吧。一般来说，如果是每个月领到的钱，我们会称之为薪水或是薪资。而只要有关奖金的呢，都是所谓的 bonus， 意思就是它是浮动以及不固定的。那么年终奖金会拿到多少，就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啦。大家能马上联想到的应该就是工作表现吧。的确，当年的工作表现是影响年终奖金的一大原因。你表现得好，就能拿到比较多的薪资，很合理吧？不过在台湾，我觉得有时候更注重年资这个东西，也就是你待在一间公司越久，就表示你对这间公司越有忠诚度，公司可能就会因此发给你比较多的年终奖金。这点可能就和文化有关系了。毕竟要留住一个人才也不容易，通常公司都还蛮重视资深员工的。而除了个人表现以外，经常也与你工作的部门的表现有关系。如果你们的部门在当年是公司赚钱的来源的话，也很有可能你会领到比较多的年终奖金哦。这个在台湾某间知名的航空集团就还蛮有名的，曾经有发高达40个月的年终奖金呢。当时台湾的媒体可是大幅的报道，也让很多人很羡慕。最后呢，如果你是公司有股票的，是一间很大型的公司，那就和公司当年的表现有很大的关系了。如果公司当年表现好，赚了很多钱，大家就可以领到比较多的年终。这点在应征的时候也可以得知，或是查询网络就可以知道各间公司年终奖金的资讯哦。不过只会知道平均大概是几个月，而不是一定的数字哦。那么你应该会好奇，在台湾什么样的公司年终奖金可能比较高呢？其实在台湾有蛮多在地的科技公司，他们通常年终奖金的发放几乎都有固定的数字，譬如说2个月这样，而其他奖金则是分次在每一年不同的时间给哦。所以要说这些科技大公司给的年终奖金是最高的，好像也不能这样说。那经过我的查询呢，以产业的分类来说，目前在台湾发放最多年终奖金的应该是金融业，也就是银行相关的产业，平均每个人都会有快2个月的年终奖金哦。再来也有建筑产业或是制造业等等。而如果以公司的大小来看，就如刚刚所说的，有上市的公司，也就是有股票的公司，通常给的比较多。再来就是中大型企业，最后则是外商公司，也就是由外国人在台湾开的公司。
那么以我的经验来说，我的确有在台湾人开的公司工作，而领到比外商公司还要高的年终奖金。不过要强调的是，这些台湾公司的薪资呢，通常也都比外商公司低了许多，所以这样比较好像也有点没有意义。就看你比较想要每个月领到多一点钱呢，还是在年底一次拿到一大笔钱咯。至于说公司的每个人都领得到年终奖金吗？通常如果公司有固定平均的年终奖金，那么正常来说大家都能领到才对。不过在有些特殊状况下，可能就没有办法领到了。像是你可能是才刚进公司没有多久的新人，就碰到了要发年终奖金的时间，而因为你在公司工作的时间太短，因此通常 HR 就会用比例计算，导致最后你可能无法拿到年终奖金，甚至可能只能拿到一点点的年终奖金。我觉得算是蛮合理的啦。另外也有可能是你在发放年终奖金之前就辞职了。假设今年2024年过年是在2月初，但是你在2023年的1月31号前就离职的话，那通常你是不会拿到年终奖金的哦。所以在台湾啊，大家很常说的年后转职，也就是在台湾新年过后转职，到别的公司上班，就是为了要拿到年终奖金。虽然感觉很现实啦，不过我觉得这样的制度就是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啊，有点像是没有努力撑过一年的人是拿不到奖金的哦，这种概念。其实对我来说，我也比较喜欢月薪高一些，即使年终奖金不多也没关系，毕竟这样在钱的管理上也比较好运用，而不会说啊，等到年终奖金来的时候，我再去做些什么好了，这样的状况发生。所以说回到刚刚一开始的问题，你认为台湾的公司平均发放的年终奖金是几个月呢？那其实答案是 A， 一个月哦。也就是如果你的月薪是35000元，你在过年前就会再领到一笔35000元的年终奖金哦。那这个统计是根据台湾的104求职网来的，在去年2023年统计的结果，公司平均是发放 1.08 个月的年终奖金。其实相较于2022是有下滑的趋势，只能说这感觉不太好啊。辛苦了一年等待的奖金如果缩水了，一定会很失望的。过年可能就要少吃一点大餐咯。所以有些人会希望在求职的时候，合约上就有写上保证的年终奖金，以确保自己的权益，也是一种方法啊。那不知道你们听完台湾这样的年终奖金制度有什么看法呢？你是喜欢很多年终奖金的人，还是喜欢月薪能高一点呢？而你们的国家有不一样的奖金制度，或是类似台湾的奖金制度吗？可以留言来讨论哦。无论如何，祝福你们今年都可以领到不错的 bonus， 过一个开心的新年哦。谢谢您收听我的节目，希望有帮助正在学中文的你。我有将逐字稿放在资讯栏中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。我也会持续的更新，喜欢的话可以 follow 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